今天这支影片要来介绍一个便宜好用的 eSIM 服务。先别急着关掉影片，我不是要介绍 Sally 给你，更不是来路不明的中国 eSIM 服务。今天要介绍的是 Povo 2.0 eSIM。我最近2次去了东京跟九州都有使用。日本原生线路吃到饱，一天只要55元。非重度使用者也有便宜的定额流量方案，不管是价格跟速度，我觉得都相当不错。想了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Povo 是 KDDI 旗下的服务品牌 ，KDDI 在日本4大电信商排名第2，同时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便利商店 Lawson 的共同经营者，不是来路不明的中资公司。而 Povo 最大的特色就是零月租费跟弹性流量，不过这个部分比较偏向给日本当地用户使用，需要上传护照进行认证。我们这次要用的是面向观光客的另外2种方案，分别是由大阪观光局提供的世博方案，以及 Povo 推出的 Meta 无限流量方案。使用这2个方案都不用做身份认证，只要绑定好付费方式跟做好 eSIM 的设定，就可以直接使用，非常方便。2种方案的专属连结我会放在资讯栏。要注意的是，这方案跟一般的 Povo 不太一样，所以不能使用 Povo 的 App 做登录。搜寻的时候也必须进到这2种方案专属的一页式网站才登录得进去，这个需要注意一下。我们就先从资费方案说起，轻度跟中度的使用者可以单买固定流量即可。它有一个 Meta 的方案，是如果你使用 Facebook、IG、Threads 等 Meta 旗下的网站服务时不计流量，大家可以依据自己的使用习惯跟旅游天数选择适合的方案。购买后在首页它也会告诉你目前剩余多少流量可以使用，在剩余流量不多时也会用 email 通知你，不用担心网络用到一半突然断线。如果你是重度的网络使用者，或是懒得去看流量使用的人，可以使用大阪观光局跟 Povo 合作推出的无限流量方案，有提供2小时、6小时、24小时、3天等4种不同时间长度的方案。以3天的方案为例，790日元换算台币大约才165元，等于1天才55块。这价格比多数你在台湾买得到的 eSIM 服务还要便宜不少，而且还是真正的日本原生线路。我自己实测，不管是速度跟品质也都相当的优秀，方案内容也更加弹性。对我来说，已经找不到去购买国内这 eSIM 服务商的理由了。不过可惜的是，这个方案应该是跟着大阪世界博览会的，所以理论上随着10月世博结束以后，这个吃到饱方案应该也会结束。不过其实光是 Meta 无限流量方案，对于多数一般使用者也都是绰绰有余的。我自认算是蛮重度的使用者，这次在没有任何限制下使用，也是一直到第3天才把5GB 给用完。接下来就是申请账号，打开网页后卷到下面选择注册登录，接着就会跳出流程，输入 email 进行注册，接着绑定付费的信用卡资料，完成后大约等1-2分钟就会收到你专属的 eSIM。如果你只有自己一个人不方便扫 QR code 的话，也可以直接使用它底下提供的设定档手动输入来使用。如果你在一开始发送 eSIM 的时候没有设定完的话，你之后你可以在登录之后点击右上角这3个点，然后 Profile，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 eSIM Setup 的选项，点进去之后就会开启你的 QR code， 下面有这里的一个设定档 SNDP 的 address 跟 Activation Code 的内容。那这2个东西呢，就是要去 iPhone 的设定里面，然后选行动服务，然后选择加入 eSIM， 选择使用行动条码，下面这边有一个手动输入详细资讯，这边就可以把上面2个 SNDP 的位置以及启用码输入，就是上面这2个，然后确认码就可以空着不管它，直接按下一步，照着流程完成就可以设定好这个eSIM。好，在我剪完影片之后，我才发现原来 iPhone 可以直接读取画面上的 QR code， 你只要长按你的 QR code 之后，底下就会出现读取的资讯。那因为这张图是 eSIM 的 QR code， 所以它就直接变成加入 eSIM， 那你就可以直接按允许，然后就可以加入到你的 eSIM 了，就这么简单。然后这边这个 eSIM 的设定档，我会建议你取一个可以识别的名称，因为如果你短期内又会再去日本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重新设定这个 eSIM， 就直接使用开启就好，你就会知道要开启的是哪一个 eSIM 档了。以我这次去九州5天，我是先买了 5GB 的 Meta 方案，到了第3天傍晚用到剩下500 MB 后，我再另外购买了2天的吃到饱方案，实际花费大约是新台币365元，体感上也是跟用了5天的吃到饱差不多。另外要注意的是，如果买定量方案的话，可以在用完之前买了叠加上去，但吃到饱的方案是在时间结束后才能够再购买，所以在衔接的时候可能会有空窗的问题，所以建议可以像我这样的买法会更方便一些。
最后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速度了。由于第一次在东京使用时只当作备案测试，没有在市区做测速，只有在羽田机场附近测了一下，当时的速度表现不算太好看，但至少品质有在100毫秒以下。而这次在九州，我分别在佐贺的唐津市区跟郊外的滨野浦梯田以及福冈的天神跟中州川端进行测速。除了滨野浦梯田太荒郊野外速度上不去之外，其他地区都相当的优秀。好，我们现在在中州川端的桥上，这边是之前住过的卓越饭店。来看一下这个 Povo 2.0 的网络速度。这里可以看到，我这个是24小时的 Day Pass。我们来测一下 Speed Test 的速度。看起来下载只有锁在10几 M 的状态，但是上传的速度241 M， 表现算很好，而且它的反应时间只有 33毫秒。大家去日本上网的时候，应该很常遇到明明讯号就有，但网络就是卡死不会动的状况，甚至要等上1-2分钟才会正常。尤其是买便宜的网路时更容易遇到。我这是在九州5天的使用，完全没有碰到。使用体感上几乎跟在台湾使用4G 网路时差不多，非常的舒服。另外品质低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当你在使用 Google Map 的时候，你的 GPS 坐标几乎是会及时更新的。这个在搭乘交通工具时应该会非常的有感。我有录了一段我从福冈搭巴士回佐贺时的影片，可以看到反复切换相机跟 Google Map 时，我的定位点是持续在移动的。平常旅游要自己找路的人应该懂这件事情的方便性。如果你看到这边还在犹豫要不要使用 Povo 的话，大阪观光局有提供出示使用者24小时的 Promo Code， 申请好账号后，在首页下方输入 Osaka 2025就可以兑换。相信你会跟我一样用过就回不去了。另外提供一个使用 eSIM 时要注意的事情，如果你是购买电量型的网路，请记得把你的 iCloud 使用行动数据同步给关闭，不然它会默默的吃掉你不少流量。觉得这支影片很有用的话，请推荐给你身边所有要去日本玩的人，也顺手帮我按个喜欢跟订阅，或是留言分享一下你使用 Povo 的经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